劍道嘅下次單係現行劍道段位制度嘅最高等級。截至目前為止，全球通過下次單審查嘅唔到1000人，每一次下次單審查合格率連1% 都冇，因此佢經常被稱為日本最艱難嘅考試之一。作為劍道嘅天之驕子，下次單劍士嘅身體、動作同判斷究竟係點樣嘅呢？喺今集，我哋會從運動科學嘅角度走進下次單劍士嘅世界。Let's go！ 而家如果想睇下次單之間嘅對決，只有3個正式場合，一個係全日本選拔劍道下次單優勝大會，選考委員會每年都會嚴選32位成為下次單已經有5年以上，而年齡65歲以下嘅劍士出嚟比賽。另一個係全日本東西對抗劍道大會，其中最後嘅16場比賽全部由下次單對決，而最終嗰2場更加有4位下次單慳師登場。最後就係全日本劍道演武大會，每年都有近100名下次單慳師參與互相對戰。有興趣嘅記得去 YouTube 揾嚟睇下啦。Sixer Station 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用運動科學嚟理解劍道，一直係台長最中意嘅主題之一。但係由於下次單人數極少，針對佢哋嘅學術研究亦都極為罕見。今集我會以幾個珍貴嘅研究為基礎，一齊同大家探索下下次單究竟佢哋有咩特點呢？第一項研究邀請咗4位 Q 單、16位下次單，分析佢哋嘅超單 Kamae 嘅姿勢。研究發現，段位越高嘅劍士喺靜止 Kamae 嘅時候，即係喺冇對手情況之下嘅 Kamae，右腳承受嘅重量比例竟然越高。其中可能同年齡有關，4位 Q 單慳師嘅平均年齡係78歲，腳力有所下降，所以傾向將重心放喺右腳，減少對左腳力量嘅需求。但係喺動態 Kamae，即係喺 Isoku Ito 距離下嘅 Kamae，就無論係 Q 單定係下次單，右腳承受嘅重量比例都有提高，顯示佢哋嘅右腳更積極咁樣承擔向前嘅支撐同推進功能。而當右腳嘅承重比例增高嘅時候，身體軀幹會稍為呈現前傾，顯示佢哋透過軀幹前傾嘅程度同左右腳負重嘅微調嚟到達至攻守平衡。另一項研究測量咗10位下次單喺打 man 時嘅關節角度變化，結果顯示喺打 man 時，下次單嘅上身軀幹、左右手踭、左右手腕、左髖、左右膝頭哥同左右腳踭嘅關節角度都高度一致。呢啲共通特徵被認為係劍道要打得好嘅共通同重要嘅技術。相反，咁多位下次單喺左右肩、右髖同埋 shinai 嘅角度嘅標準差就相對大得多啦，顯示肩部協調、右髖嘅旋轉、shinai 嘅角度呢啲地方可以允許個人嘅風格。研究員認為咁樣代表下次單嘅技術並非單一嘅模式，而係有共通嘅核心，再加上個性優化嘅結合。呢個 framework 對指導劍道學習者非常重要。又有研究透過分析全日本劍道演武大會嘅比賽影片，比較下次單慳師同全日本選手權選手嘅技術形態。結果顯示喺打擊部位方面，下次單打 man 係最常見嘅，達到66%，比例較選手權選手嘅60% 打 man 為高。研究員認為咁樣係印證咗慳師長期重視難度高所以價值高嘅 man wasa 嘅觀念。順帶一提，下次單打 kote 就有27%，選手權選手打 kote 就有35% 咁多。至於 wasa 方面，下次單最常使用嘅係 ippon uchi no wasa， 雖然都佔49%，但比例就較選手權選手嘅56% 為低，反映慳師
更加傾向 Rensoku Wasa 同埋 Kazuki Wasa， 分別有13%同埋10%。相比之下，選手權選手除咗 Ippon Uchi no Wasa 之外，最常用嘅係 Debana Wasa 10%、Hiki Wasa 10%、Rensoku Wasa 9%。研究員認為，慳書嘅對手同埋慳書經驗豐富，一擊難以得手，所以需要用 Rensoku Wasa 嚟開創機會。Kazuki Wasa 雖然威力大，但使用時風險亦都高。據訣竅係唔可以對有意用 Debana Wasa 嘅人使用嘅。但係慳書憑住長年讀心嘅能力，能夠精準判斷對方嘅心理盲點同埋動作，所以就夠膽用啦。反而佢哋用 Debana Wasa 就用得少，係因為慳書都追求無式打突，即係冇明顯嘅起手，因為動作難以捕捉， Debana Wasa 就好難使出嚟啦。至於喺射咩嘅方式上面，更加能夠凸顯慳書動作極小化嘅哲學，同埋對無式打突嘅追求。夏珠丹嘅射咩方式有51%係透過一面保持 Kamae， 一邊縮短馬挨，顯示慳書唔依賴明顯嘅動作，而係直接從基本嘅 Kamae 壓迫。其次就係降低 Kensen， 有19%係因為同為慳書嘅對手嘅 Kamae 總係穩如磐石。據說對 Kamae 穩固嘅人，降低 Kensen 極為有效。相比之下，選手權選手喺同類嘅射咩方式只有43%同埋14%，佢哋反而中意用多啲假動作，有16%。夏珠丹呢只有得5%，咁係因為夏珠丹慳書讀心力強，靠假動作難以奏效，而且過度嘅欺騙反而容易暴露自身嘅破綻，所以就唔多見啦。總括嚟講，夏珠丹慳書重視讀心同埋動作極小化，意識靈活，習慣 Ippon Uchi 失效之後即刻就轉用 Rensoku Wasa。另一項研究分析咗多條夏珠丹比賽嘅影片，記錄咗劍士喺場上嘅移動方位，結果發現夏珠丹大部分時間都停留喺比賽場嘅中央位置，而且即使同選手權選手比較，夏珠丹喺比賽嘅移動距離只有選手權選手嘅一半左右，同埋佢哋嘅移動速度唔快，遠低於中低段者。基本上越年輕嘅選手移動速度就越快。夏珠丹最常維持嘅距離係 Isoku Ito， 有成47%，極少出現距離喺1.5米以內嘅 Super Serie， 比例不足8%。相比之下，全日本選手權選手嘅 Super Serie 比例高達27%，咁表示夏珠丹好少進入混亂嘅距離，而係長時間維持喺可以讀、可以攻、可以守嘅距離。其中可能好多原因嘅，包括防禦技術、針對對手動作嘅心理閱讀、氣勢同埋對體力嘅掌握，顯示夏珠丹喺攻防之中能夠展現出卓越嘅閱讀力同埋 key 射咩。研究員亦分析咗夏珠丹嘅馬挨行為模式，發現佢哋不急不躁，能夠保持圓中待、待中圓嘅穩定心態，即係攻中有守，守中又有攻。相對地，選手權選手就有遠側緩動、近側急攻嘅傾向。研究員認為夏珠丹嘅穩定控制更符合劍道、理合同心法上嘅追求。運動科學除咗 quantitative 咁樣用數據同埋動作分析，仲可以透過 qualitative 嘅方法研究夏珠丹嘅心理。以下介紹嘅兩項研究，特別由一位唔識劍道嘅研究者同一位劍道嘅有段者共同主持，確保分析兼具客觀性同專業性。第一項研究透過同一位夏珠丹 coach 深入訪談，探討劍道熟達者喺比賽嘅時候點樣閱讀對手。作者歸納出80個主題，整理為6個次類別，再整合為3個大類別。第一大類別，自他嘅共振。熟達者能夠喺瞬間掌握對手嘅全貌，
同時以誘導方式使對手去閱讀自己。呢種雙向互讀嘅關係就被稱為自他共振。我去閱讀對手，亦都俾對手閱讀我，並借此去主導節奏。第二大類別，建構將對手捲入嘅攻擊，透過建構連續攻擊同埋誘導，俾對手主動出招。攻擊唔係單方面嘅進攻，而係透過捲入對手呢個過程，共同建構嘅攻防脈絡。第三大類別，場域建構導致嘅必然攻擊。呢位先生話，冇閱讀嘅攻擊就即係齋打啫。高段者嘅閱讀就好似象棋嘅連貫推演咁樣，不斷閱讀嘅累積，最終會使攻擊具備必然性。攻擊變成一種身體嘅自然反應，唔係刻意思考，而係長年肌群內化嘅結果。閱讀嘅最終成果就係令身體本能地自然完成攻擊。研究員認為，劍道學習者要注意嘅係，唔好淨係學習收集對手嘅資訊，而係要學識進入對手嘅視覺，誘導流動同埋建構關係，咁樣先可以由齋打進步為有閱讀嘅攻擊。第二項研究邀請咗一位哈茨丹科士睇翻自己一條長約3分鐘嘅比賽影片，並進行深度嘅訪談。研究員從中歸納出6個關鍵場面，我哋不妨仔細睇睇。第一，搶先，桑喬之後，佢立即向前踏出半步，以先行動建立心理優勢，並從對手企起身之後嘅姿勢、品格同埋風格之中讀出對手嘅力量同埋心理狀態。第二，以氣攻壓，佢哋喺Issoku Ito嘅距離之中對峙，雙方嘅shinai頻繁交錯，互相壓制，彼此以氣攻守。先生認為當時唔係隨便出手嘅時刻，而係一面令自身氣勢充實，一面從對手嘅反應之中不斷讀取對方力量、精神強度同埋閱讀能力，形成雙方心與心互讀嘅過程。第三，穩定重置，冇被帶走主動。當對手主動逼近、氣勢逼人嘅時候，先生選擇主動後退，避免進入5-5波嘅冒險，用最安全嘅方式重置局面，喺唔暴露破綻嘅前提之下，避免喺氣勢上被壓垮，同時透過退步再攻，將瞬間嘅劣勢重新拉翻去可控嘅範圍。第四，主動瓦解對手心理，用攻勢、假動作去壓制對手，使對手陷入心理停滯同埋身體姿勢失衡嘅狀態，令對手難以有效咁樣反擊。先生認為射咩嘅重要目的就係先崩對手嘅劍同埋心，做到嘅話，就算打唔中都唔容易被反擊，形成打贏嘅基礎。第五，選擇有實績嘅技術，根據過去嘅對戰經驗嚟選擇高成功率嘅 Waza， 並根據對手嘅反應持續修正策略。先生從對手嘅防禦方式同埋反應，已經判斷勝負趨勢偏向自己，並喺當時已經開始思考下一個階段點樣收官。第六，在確信中出手，透過幾次相同攻勢誘導對手預判。喺最後一次，佢先做出要打 man 嘅徵兆。理論上對手係可以成功預判並且避開，但今次先生閱讀到對方嘅閱讀，反過嚟利用對手對自己過去打 man 嘅記憶同埋預期，將佢誘導去特定嘅反應，再反向改變攻擊部位而攞到 hit point。先生話，所謂唔係打中咗而贏，而係贏咗先打中，就係呢種先喺射咩中取勝，再喺勝勢中出手嘅情況。呢次分析顯示出哈茨丹嘅 Yukota Totsu 並唔係偶然嘅反應，而係高度心技融合嘅體現。哈茨丹劍士嘅世界結合咗運動生理、心理讀取同埋長年鍛煉嘅身體智慧。今次透過運動科學嘅角度，我哋唔單止睇到頂尖劍士嘅優美動作，仲睇到佢哋點樣喺 Ki、Ken、Tai
之中追求到極致嘅平衡。呢個就係劍道合氣單嘅藝術同埋科學。好，今日又講住咁多先。如果你仲想聽多啲劍道或者同日本文化有關嘅題材，歡迎繼續留意 Sixth Station。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啊！下次再見。